刚才T1也是3-2。那个你不要过来呀！我们都会犯错，所有人都会犯错，但是怎么面对错误，定义了犯错之后的我们。聊完这个 BLG 滔搏 W 也关注一下 MSI 吧。MSI 我觉得主要的焦点可能还是集中在隔壁这个韩华跟 T1。刚才 T1也是3-2。那个你不要过来呀！但 MSI 我们还是有战胜 T1 的经历的，没问题。 BO5，而且那个斌哥当年经典，3-0阵旗，3-0 T1，3-2京东。他前两个实现了，后来打京东没赢嘛，但是3-0、3-1还是实现了。但是你不管是什么国际赛 ，T1 进来还是会让可能我们赛区的这个观众心里咯噔一下。阿帅怎么评价这个？就是你应该挺关注小 K 的那个派克的嘛？是的，是的。但是其实每次有LPL 的队伍啊进到这种大型世界赛，我就很期待他们在决赛可以会师。哦，决赛会师，对，你说的是 LPL 决赛会师吗？对 ，LPL 就是2支战队都进决赛。哦，明白。我很期待这样的画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内战决赛，这样保冠军，对，其实就是23呀，京东 BLG 嘛。对啊，23年的 MSI 是。那好，应该是唯一一次。对，世界赛没出现过嘛，对，这是唯一一次。而且就是，我觉得你这种想法，还有很多人有一种想法，什么想法？决赛一定要赢一次 T1，对吧？对，但是 MSI 我们是做到过的，对，因为当时不管是 EDG 还是 RNG 做到过，对。但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世界赛决赛一定要赢一次 T1，但我觉得这次可能韩华 T1 都挺值得了，因为韩华这赛季感觉就是第2赛段就突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打法，不管是卡纳维的就围绕 Z 卡这个点吧，包括 Delight 也是有更多的辅助的尝试。那上路宙斯打这个 AD 的姑玛就更不用多聊。反正这赛季我是感觉韩华的这个中野的这个强度或者说状态的回升是特别明显的。但是 Z 卡是近3年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赛段，而且我是感觉他就是牵姑玛这一手很关键，就是他挂住，主要他是双重补强，既削弱了 T1，又补强了自己。就是我很刻薄，我还是很刻薄，我纯理中客，我觉得佩子就是没有姑玛好用。佩子我觉得是要稍微围绕一下，就是没有对。你要单挂能力，那肯定姑玛第一。而且姑玛是单挂之下有惊喜，佩子是围绕也不一定稳 C。阿帅，你要是玩辅，你应该也想哪种？你要是跟鸡蛋，或者说跟那个佩子，你喜欢皮蛋？皮蛋，你喜欢哪个蛋？我肯定喜欢我派个乱游，然后他在下路还能1打2双杀的那种。或者就是他巨稳，他完全不给机会，然后他打团巨有回馈。对啊，经常就打排位。刚去中路去帮中单点个野，比如说中单玩个维克托发条嘛，我要去帮中单翻个野，这时候 AD 就给我打问号了，AD 挂了啊，给我打问号了，你为什么要游走？我玩不了了。然后你觉得就是如果说 MSI 的版本可能不发生大变化的话，下路就是单挂型的 AD 或者说辅助主游走会是一个主流的生态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是吧？比如说单挂一个爆弹啊，单挂一个 EZ 啊，这种，感觉还有单挂更有夸张的单挂梅尔啊，这种都有说法。而且我接着你这个说，我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版本演化，TP 是 AD 的主流技能。对，就是你那个盾没用，就你要是单挂的话，肯定要带 TP。对啊，就是 TP 应该是最主流的，而且 TP 给了你一波巨大的容错，就是一旦你换血什么出问题了，你 TP 是能够救自己一次发育的。所以就如果真是那种版本，比如说都是青钢影。贾克斯、慎、波比，甚至牛头，因为玩到后面，比如牛头，对 ，TP 会非常重要，因为那个盾还是软辅打软辅对线，你去对拼是重要一点，但是你 TP 就是那种游走应付版本会比较重要。是的，感觉屏障就是纯对线的，对，稍微聊一下 T1 这个赛段的表现，就 T1 这个赛段给我一种感觉就是确实篮子这个点，它这个有点我觉得。客观来说，就上中野其实都有点那个 X 因素，李中克又来了，上中野都有点 X 因素，但是下路我感觉还是可能小 K 这个点是比较偏稳定的，对，对吧？是的，我感觉 Carol 这个天赋就是不管打什么位置，他其实都能发挥的很好。我有发言权，就前几年我还在那个某鱼直播的时候，当时某鱼办过一个跟 T1 的那个友谊赛，然后当时是那个 T1 的人
打乱了。就比如说我们这边3个 T1，对面2个 T1，然后我当时跟小 K 和李哥一队，然后我跟小 K 走下路打对面姑妈加一个主播的辅助，我们直接把对面爆线了。对的，就是我们直接把对面爆线了。小 K 玩的什么？锤石德莱文，小 K 玩的锤石，姑妈是德莱文，然后姑妈那个德莱文那个女主播玩了个猫。他们是德莱文加猫，然后小 K 玩个锤石，直接跟我把那个姑妈打爆了，就那种对线一直杀，真的，就是我有一点怎么说遗憾的，还是觉得他俩那个搭档我也很喜欢，就他俩现在分开了嘛，我也会觉得稍微有点遗憾，就看不到他俩那个往日种种。反正 T1 这次进 MSI， 就是最后也战胜了真纪嘛，就我们客观来说，可能这赛季 T1 的状态没有那么稳定，进 MSI 也是3比2最后，但是只要进到世界赛的 T1， 它会进化，就只有说12分的警惕。主要老李呀，也确实1、2赛段有点老矣了，就老李有点老矣了，有点老，看起来，因为有些关键局他有点没发挥。我觉得还是对线端，就是你现在你要硬说 Faker 他确实对线判断开团这都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但对线端确实打那种对线能力特别顶的，主要那边天天老李打 Z 卡、打超伟都是这种强度很高。死告小李 showmaker， 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现在你让小 K 动的频率，或者说没有以往那么高了。以前小 K 搞的那种派克、巴德，现在巴德拿不到。对，你知道这个派克又没有可能以前那种强度，所以说，而且佩德刚刚也聊到了，他可能更多的需要小 K 玩个软辅，或者说能够保线的辅助，让小 K 在下路待着。那所以可能中路这个点的对线的一些的会被放大一些，所以。T1 现在我觉得还是可能更看这个下路的这个稳定性一些，但主要还是对标太哈人了，太哈人了。但我觉得经典不能忽略 G2 呀，G2 啊 ，G2 冠军，而且人家 First Stand 已经给我们全世界观众啪打了个脸了。当时所有人都觉得 G2 在那个半区送的，结果人家3比0沙盒那个 BFX 3比0真纪。就今年因为我 LEC 看还是蛮多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首先基础绝对不弱，就这几个人的水平是比较高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他依然是那个劲儿，就是他玩的很多英雄，你可能在跟他打之前，你很难去应对。对，比如说 Skillmon 的那天那个决赛第5局，狗头搞了个狗头打野，有很多奇招爆 C。主要你想那天是。决赛第5局决胜局，是他先搞个狗头打野，然后爆 C， 然后上路玩了个克烈那天，就他有些自己的东西，对，而这个在亚洲赛区我们甚至训练赛都不会遇到的，是的，就可能你要是在大赛，你比如说 BO5 打的那种4、5局，他突然掏这种怪东西，是的，你有点应对不了。对啊，所以我最近就是感觉排位里面就多了很多狗头打野，但是他排位很垃圾，因为我玩了一把，我就发现他那个第一轮特别慢，就他第一轮刷野，首先是你不能强迫症，就是你不能老想着 Q 最后一下，因为你那样就小的你不能 Q 最后一下，对，还是要刷得快。然后第二就是就算再这样，他特别慢，他第一轮刷完快3分钟了，你想河蟹2分50多秒就刷了，对啊，你快3分钟你才刷完，那这个时候对面的辅助和打野可能早就已经在那个 C 字草蹲你了。对啊，所以就是他只是一个我觉得比赛英雄，但是越是这样你不觉得越有危险吗？就你那个排位你都遇不到，然后他直接比赛给你搞一把，他还。那直接给你打懵了，有时候就对呀，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是给你搞信息差的，这种其实是我觉得 G2 在硬实力比较强的情况下另一个比较牛逼的点。但这次有个比较有趣的点是 T1 要打那个从入围赛开始打，但我觉得这对于强队来说其实也是可以慢慢调整自己状态，挺好的呀，对啊，熟悉一下版本，攒一下手感嘛。对，然后就是在这个算是主场作战吧 ，LCK，因为在这个韩国的 Viper 大主场作战，他是大田人，对，大田人，这个本土中的本土。今天好像采访的时候 ，Viper 也说了，一定要赢，一定要赢下来。而且 Viper 好像第一次进 MSI。啊，是的，从来没去过。对，这还蛮对，就大家想一想，从来没去过。他那个世界冠军都拿过，但他从来没去过 MSI，第一次去，这个还挺反直觉的，很有看点。对呀，就是你本来会觉得 Viper 这个 ID MSI 怎么没打过几次，这第一次去。因为去年在韩华的时候，韩华是拿那个先锋赛，对，来 MSI 就没进，所以这次我觉得韩国大田的 MSI 还是很有看点的。你不管是欧洲的G2，还是我们2个赛区的派出的2支代表队，挺好的。让我们预测一下，有预测环节吗？预测啥？冠军吗？预测冠军。
就预测个，要么就预测冠军这样吧，吗预测个决赛的对决赛阵吧谁打谁，然后几比几。决赛对阵吧。对啊我先打个样。啊， BLG 打韩华，你这没新意，我这还没新意，你这没新意我很客观。我本来想说这个的。那我很客观，BLG 打韩华，BLG 3-1。行，那我也，那你先来吧，还是？我比较喜欢看那个延续之前24年的宿命对决，哦 BLG 对 T1 3-2， ，OK，很有看点。这次剧本反转，对我们赢决胜负。可以，是的， OK 我们也来个1-2落后翻一下。 OK，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老管这种，因对啊为我是感觉这次韩华可能有点那个肌肉有点过大了，而且他跟 BLG 打起来，我感觉可能会比较火星撞地球。我也是可能比较看好 BLG 跟韩华会是决赛，然后我希望 BLG 是3-1拿下吧。对啊，我也感觉好吧3-1差不多。就这两个队，我觉得会很好看吧。如果真的在决赛会师，而且 MSI 还是一个双败的赛制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更有观赛哎的。 ，BO5确实有趣。就它那个更有意思一点，因为世界赛它现在还是延续单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研究不出来那个胜者组冠军的优势。你看今天滔博，唯一优势选一个边儿，选一个先后选，这是唯一优势今天，对吧是的？当然那个世界赛咱们还是单败，所以 MSI 这个双败，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提供了一些容错吧。然后全程 BO5的话，我觉得也是更看可能教练在那个英雄池上的博看那弈。个剧本能不能出现，就是先被韩华弄下去，然后跟那个第二赛段一样，BLG 一路穿回来，然后再最后把那个韩华弄了。所以作为观众看到这种画面，看到这种反转、跌宕起伏的过程，还是就是挺有看点的，挺有看下去的欲望的，看得很爽。有故事性，反正挺精彩的吧？我觉得这个赛段的 LPL 的比赛，然后也让我们更加期待 MSI 了，好吧？我们 MSI LPL 队伍希望不管是 BLG 还是滔博都加油，加油！冲吧！